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说实话有点残酷，但绝对是你现在必须面对的真相。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AI 的爆发不只是一次科技大升级而已，它正在彻底重写我们赚钱的游戏规则。如果你现在满脑子想的还是用时间换金钱，多加点班，多赚点，那我得老实跟你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你可能会面对超级大的生存危机。今天我们不只要把这个残酷的真相摊开来看，更要带大家一起转念，把大脑里的作业系统从单纯的劳动者直接升级成资本与系统的拥有者。准备好了吗？这绝对是一场关乎你未来10年荷包大小的财富保卫战。我们先来聊聊一个大家心里可能都有过的痛点。你是不是也常常在夜深人静，还在公司苦命加班的时候，滑一下手机，看到新闻说微软啦、辉达这些 AI 巨头的股价又创历史新高了，然后再低头看看自己那个没什么长进的银行账户余额，心里忍不住会想：天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不是这个世界准备要把我给淘汰了？其实你有这种被剥夺的感觉，真的超正常的。你的挫折感完全合理，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你的财富正在被稀释，而那些科技巨头的口袋却像变魔术一样越来越深。进入第一部分，传统劳力的陷阱。为什么我们明明这么拼命，却觉得越努力越无力？好，我们直接切入核心。很多人以为现在赚钱这么难，可能只是大环境景气不好，只要再多熬夜，多接几个案子，总有一天能翻身啦。但真相是，你现在正拿着上个世纪的旧地图，想要走出 AI 时代的新迷宫。在旧地图的思维里，我们很习惯就是出卖劳力、出卖时间去换取固定的死薪水。可是到了这个新迷宫，超强的电脑算力正在用飞快的速度取代那些需要手动、重复性的工作。如果你继续把人生所有的筹码都压在出卖劳力这件事上，说真的，你注定会在这场财富大洗牌里被狠狠清仓出局的。面对这股 AI 带来的焦虑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跑去报名什么 ChatGPT 速成班，想说只要学会怎么下指令，饭碗就保住了，要不然就是整天抱怨传统产业越来越难做。但这份资料可以说是直接一棒子打醒我们，这根本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无知啊！单纯学会用个新工具，那只是一点皮毛，绝对撑不起来你未来的生存计划。你真正需要看懂的是背后正在发生的经济结构超级大地震。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来深度解析一个经济学概念——泡沫成本病。这正是你薪水停滞不前背后的总体经济真相。为了搞懂刚刚说的结构大地震，我们必须来认识这个词——泡沫成本病。听起来有点学术，对吧？但它其实超直白的。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极度撕裂的现象。一方面，科技产业的生产力简直是大爆发，创造了天文数字的财富，这同时也把整个社会的物价通膨推上了天。但另一方面呢，那些很难靠科技大幅提升生产力的传统劳动或实体服务业，薪水却卡在原地不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工作一样拼，甚至比以前更累，却觉得去超市买个东西、吃个饭都贵得离谱。一切的根源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把科技巨头和传统劳力放在一起比一比，你就会看到一个超残酷的对比。你看哦，科技巨头掌握了算力和演算法，他们弄出一个产品，每多卖一份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而且可以无极限的复制，这让他们赚进了史无前例的超巨大现金流。那反观传统劳力呢？你的时间是一天24小时，你的体力会累，这些都是没办法复制。而且你那一点点微薄的现金流，还在每天被通膨怪兽狠狠咬掉一大口。这感觉就像是你坐在列快要崩塌的老旧火车上，然后眼睁睁看着那些科技巨头们已经搭上火箭，准备飞向宇宙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可逆的大趋势：资本回报率
正在用超级夸张的速度把劳动回报率甩在后头。如果你现在还是只靠劳力赚钱，兄弟，你等于是在跟一个全年无休、不拿薪水、不用劳健保，而且永远不会喊累的机器人抢饭碗啊！这是一场你100%赢不了的比赛。为什么？因为你一开始就把财富杠杆的支点给放错位置了。所以第3部分，我们来谈谈怎么自救，转变为系统拥有者，也就是切换你的财富身份认同。听完前面那些，是不是觉得有点绝望？先别慌，危机就是转机嘛。现在，请你在脑海里狠狠记住这句话：停止用肉体的体力去对抗机器的算力。这是整个逆转胜的最关键思维。只要你能把脑袋转过弯来，换个视角，这场看似要淘汰你的大危机，马上就会变成让你跨越财富阶级的超级大红利。那我们到底该拿 AI 怎么办？其实 AI 绝对不是来抢你饭碗的敌人，你应该把它看作是你专属的数位外骨骼。这就像钢铁人穿上战甲一样，当你懂得驾驭这个神级工具，你的生产力是可以用好几倍，甚至指数型的方式往上狂飙的。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夺回你自己时间的主导权，让整个系统和资本，哪怕在你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时候，也能继续辛勤地替你打工赚钱。进入第4部分，建立无许可杠杆，把这当作是你的游戏化生存通关任务。当然，这绝对不是在画大饼。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作是一场你要亲自下去玩的闯关游戏。这里有3个超明确的关卡，我真心建议你听完今天这一集，马上去行事历把这3件事排进去。第一，锻炼不可替代的硬技能；第2，买下时代的电力；第3，启动获利优先系统。来，我们一关一关来破。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先帮自己套上一层无敌防护罩。拜托，不要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那些 AI 1秒钟就能自动搞定的复制贴上、文书处理上了。你该投资的是那些 AI 在短时间内根本学不会也无法取代的领域，像是什么呢？比如在真实物理世界里的人际互动，那种需要极高情商的沟通能力，超级复杂的商业谈判，还有带领团队的领导力，这些实打实的硬技能，才是身为人类的我们现在手上最值钱的资产。把防护罩架好之后，接下来你就要让 AI 变成你的超级数位助理，帮你打造所谓的无许可杠杆。什么是无许可杠杆？简单说，就是像写出一套厉害的程式码，或是创作受欢迎的数位内容。这类资产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创造一次，无限次复制销售。只要做出来，它就可以在网络上无远弗届的帮你赚钱。这简直就是帮你切断工时束缚，让你彻底告别时薪计价命运的超级弹弓啊！好，接下来进入第2个任务，聊聊投资这件事。现在市面上超多人喜欢去猜、去赌哪一家 AI 新创公司最后会大赢特赢，但资料里用到了一个超级生动的比喻来警告我们，这其实就跟100多年前电力刚刚发明的时候，你跑去赌哪一家发电厂会称霸全球一样危险。这种猜单一公司的行为，风险实在太高了，根本是在玩命。所以这里最关键的重点来了。你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挑选单一公司，你该做的是直接买下这个时代的电力。怎么买？非常简单，就是透过定期定额去投资涵盖广泛整体经济的大盘指数型 ETF。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各行各业，不管谁输谁赢，都一定会导入 AI 来提升生产力。你只要抱紧整个大盘，就能舒舒服服地搭上这一波全球生产力狂飙的顺风车，把你手上原本不起眼的小雪球，慢慢滚成未来惊人的资产雪崩。最后，第5部分，获利优先系统，我们来谈谈怎么打造你的财富防护罩。
这是保卫你辛苦累积下来财富的最后一道防线呢。你知道吗？当市场热成这样的时候，人类真的超容易手痒，掉进那种短线杀进杀出的赌场经济陷阱里。说真的，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自制力，因为人类的意志力是最不可靠的。你必须把意志力从这个理财游戏里彻底赶出去，把你所有的财务防御机制全面改成自动化。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资金分配的完美比例。它的核心概念是，一拿到薪水，1秒钟都不要犹豫，立刻把资金拆分，留下70%作为你这个月的日常消费。这其实很妙，等于是刻意帮自己创造一种人为的稀缺感，逼着你去控制那些不必要的乱花钱。然后剩下的钱里20%乖乖存进防御储备金，专门对付那些生活中的突发状况。最后的10%则是强制帮你投资未来，也就是拿去买刚刚说的大盘 ETF。我要再强调一次哦，这个动作绝对必须是在你薪水入账的那一瞬间就自动发生。你要利用银行账户物理上的隔离，让你自己连把这笔钱领出来花掉的念头都来不及产生。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帮自己建立一个超级厚实、能对抗未来各种未知风险的净资产邮箱。这套全自动化的系统，绝对是你从一个辛苦打工的劳动者，成功华丽转身变成资产拥有者的最关键基础建设。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包摩尔成本币那个残酷的真相出发，一路聊到了怎么把 AI 当作工具来建立无许可杠杆，再到投资大盘指数，最后还教大家建立起一套全自动的获利防护系统。各位 ，AI 时代的滔天巨浪已经直接打在我们脸上了，没有人能阻止这场海啸。但好消息是，你绝对有能力学会怎么冲浪。掌握好那些 AI 学不会的硬技能，把你的专属财务防护罩盖好，让系统和资本从今天开始帮你工作。那么现在轮到你做决定了，在这个 AI 新世界里，你是要选择被无情淹没，还是准备好站上冲浪板，成为驾驭浪头的赢家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喽。